大家好，我是大伟。手是身体的缩影，手也是我们状态的晴雨表。一个人手上如果说握拳起来握得有力量，那么他的整个力量的素质还是比较高的。如果一个人他的手上握起来是软绵绵的，特别是你看几个点，比如说我们的手掌两个地方，一个是这个位置，还有一个是我们手握一拳这个地方叫做颌骨，这里凸出来一块肉。如果说没有很明显的或者一按就瘪瘪的，那么这个时候说明这个人的状态还是比较弱的。所以想要自己的状态好，我们可以把手上的动作就练一练。我在我们的这里呢，有一位非常厉害的大爷，这个大爷每天都喜欢在手上去做来做去的，而且他这个手掌只要一伸出来，你就能看见他的手掌非常的充盈。这个大爷的手掌呢，其实和我差不多然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也经常练我的手，所以我感觉我的手掌和他差不多，而他呢年龄肯定比我大得多。这个年龄有这么充盈的手掌，足以见得他的功力也是非凡的。你们看什么叫充盈？就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摁进去，你们可以看一下变化，然后手推动了起来，它会有波纹感，这个就叫做充盈。那么这个大爷呢，其实今年已经80多岁了，具体的年龄我也不知道，但是他的整个状态和身体素质非常棒。现在每天没事的时候还吊着单杠，经常去吊一吊练一练，整个人从上到下都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呢，他也给我们分享了一些手上锻炼的一些小技巧，今天我也来分享给大家。那么首先第一个叫做练五指盘弓就是你的5个手指一定要灵活，因为咱们见过太多的人年龄大了以后手就控制不住，对不对？拿筷子尖着一块肉都容易抖到地上，所以你的手上一定要有基本功。那么这个基本功怎么去锻炼的呢？其实非常简单你记住每个手指就这么去点点我们的这个手掌上面就这么去点，跟着去点，慢慢的去做，先从小拇指开始，小拇指，然后到你的这个无名指、中指、食指，就这么去做。做完以后，带动着我们的手指去这么去做你看，大拇指也会跟着有节奏的来回动，这是什么？这就是很好的通过我们的手掌灵活到我们的手指。那么如果我们练起来的时候，你更能发现我们的小臂也在发力。为什么？你可以看一下，这么看一下，是不是像波浪一样？这个位置是不是像波浪一样我们每天做的后面做快了就是这么去点有节奏的这么去点，然后2个手都可以这么去做。以前很多朋友就是喜欢盘这个核桃，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不用花1分钱，我们只需要每天这样去做，就可以把我们的手指包括我们的小臂都可以锻炼到，而且练完以后你会发现你的手掌上面热热乎乎的。其实这只是其中的一种锻炼方法，手是身体的缩影嘛，所以光靠这一种还是不够的。再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锻炼方法，就是弹。我们手指一定要把它盘住，蓄住力，看这个状态弹出去，每天去弹。为什么？因为5个手指它是末梢，这个10个手指上面以前有一句话叫10宣就是这个地方对应着我们的10个手指。我们每天做的时候，就是把手你看像淋着水把它抖出去一样当然我们不是这么抖，我们是弹，看这么去弹，把它弹出去左右手都要做。弹的是什么？弹的是你的气把这些红色的水顺着这个力度一个惯性，你看手腕把它甩出去，就这么弹。弹多少下？每天去弹上一个50下、60下，慢慢的你会发酸，而且你会发现，当你的手有力了以后，你弹出去的时候，它会带动着你的身体，逐渐有一种震荡的感觉。就这么去弹，每天这么去做。做着做着你会发现你的手指就有力了。为什么咱们要弹呢？你看这么去做，它对的是哪里？对的是我们手往前，弹的时候手是往上这么2种它成一个对立。所以我们每天没事的时候就这么去弹，把手去弹一弹。2个动作如果你配合在一起去做，手这么一放，一股一股的暖流往上去涌，而且经常做一做，你会发现你的手掌上面也会有这种充盈的感觉。记住，手掌要充盈，充盈才好。好了，今天这么2个动作就分享给大家了，一定要记住，手是身体的缩影。你看似在练手，其实把我们相关的一些点点微微都打开了。我是大伟，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
睡眠不好的人啊，现在可以说是太多了。咱们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们，一到晚上啊，头就开始炸了。为什么？到了晚上以后，自然就要睡眠。年轻的时候啊，可能眼睛一闭一睁就到天亮了；而年龄大了以后啊，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啊，睡不着。有的朋友啊，这个脑子当中啊，不断的去播放这个小电影，一直啊就停不了。有的朋友嘛，眼睛一闭就开始想事情，想着明天准备什么事啊，今天发生什么事啊，就这么想着，然后就翻来覆去睡不着。有很多朋友都是这样。你要知道，睡眠不好对于我们无论是身体上面还是精神上面都会带来很大的一些问题。身体上面就不用说了，一个人如果拥有好的睡眠，他的身体啊自然而然不会太差。而一个人如果说睡眠都不好，我们的整个里面的合成都是在睡眠当中进行的。睡眠不好意味着你里面的一些坏的东西就出不去，好的东西呢也没有办法合成出来。所以睡眠不好，整个人的状态就会一天比一天差，而精神上面呢是更加复杂。睡眠不好，最受冲击的就是我们整个总司令。你会发现啊，睡眠不好的人很容易丢三落四，讲话的时候啊，这个逻辑思维啊出现一些问题，而且容易记忆力啊时好时坏，这都是睡眠不好。你们自己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咱们很多睡眠不好的人啊，听到我讲的这些话，可老有话题了，非常的共情，因为他们啊自己就这样。其实呢，在很早之前啊，我就去拜访过一对老夫妻。这对老夫妻啊，在我们这里非常有名啊，80多岁，可以说是神仙伴侣的。基本上从院上退下来以后，没什么事，就是种种花、养养草，而且平日里面最喜欢去研究一些古籍当中的一些内容。他们两老啊，是基本上没有失眠过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着自己的一个小法宝。是什么法宝？就是一种香味儿。哎，你没有听错，一种香味儿。在以前的这个书籍当中就记载着一种方法，叫做闻香疗法。什么叫闻香疗法？就是这个香味啊，能开我们的一个窍。香味可以不通过我们的整个这个系统啊，脾胃系统，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大脑当中。特别是对于我们精神类上面的一些问题啊，这个香味儿特别是对上去了。说到这里啊，我感觉很多朋友听完以后感觉迷迷糊糊的，什么香味，什么精神上面的，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你们就明白了。比如说，当你瞌睡的时候，咱们都有瞌睡的时候，你闻着一些辛辣的一些物品啊，你会发现，哎，精神头一下子就起来了。特别是有的朋友啊，就是经常开货车的这些大车司机啊，他困着以后啊，他有的时候拿着辣椒就往鼻子这边是吧，钻一钻，闻一闻，哎，他一发现，一闻，哎，发现整个人一下子精神起来了。那么，如果说当你心情烦闷的时候啊，就当你很烦躁的时候，把你去放在一片花海当中，你闻着这个花香，你会发现整个人就安静下来了。这个叫做什么？古语当中啊就写得很明白，叫做闻辛，辛辣的辛，而精起来了。闻香而静，你看短短的这8个字就把闻香疗法涵盖在其中了。这对老夫妻，他不仅啊对这个香味啊非常的痴迷，而且呢还钻研了古籍。他们有一套独特的方法，就是由4味中草精华组成的。这种独特的香味把它混合在一起以后，你只要一闻着这个香味，慢慢的啊，它就会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大脑当中，然后整个大脑当中就会顺着这个香味慢慢的安静下来。因为这个香味啊，我还查了大量的这个文献当中都有写明白，这个香味啊，它可以让我们的头脑啊去更加容易分泌一些让我们睡觉的一些物质，所以呢，你闻着这个味道，哎，人就静下来了。那么这个4种是什么呢？其实我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啊，就是檀香、合欢花、夜交藤、薰衣草，就这么4样。把它1比1的磨成粉末，装在香囊当中，它们之间混合而散发的这个味道，就能让你安静下来。而且呢，你经常闻着这个味道以后，它不仅能让你安静，在睡觉的时候更容易，同时呢，你闻着这个味道，你在晚上睡觉过程当中啊，还会让你的身体啊，就是更加容易的进行修复。说白了，就是你的深度睡眠时间变得更久。我当时呢，从这对老夫妻当中啊，就拿着了这几个香囊，我把这个香囊呢也放在了我的橱窗当中，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获取。这个香囊其实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放在我的枕头边上，现在用了4个多月了，依然能闻到里面的味道是非常浓郁。这个香囊当中装的就是这4样啊，我们讲的这个薰衣藤啊、合欢花、夜交藤啊、这个檀香这4样。那么它们混合出来的味道啊，是淡淡的清香，带着一些中草的味道。然后你闻着以后啊，你像现在
我闻着以后，慢慢的只要眼睛一闭，整个人就会安静下来。而且我把它分享给很多的粉丝、家人、朋友们，他们用完以后啊，就把它放在床头。有的朋友啊，原来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哎，闻着这个香味以后，一会儿就静下来了。他根本不需要太多的这种纠结，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然后就睡着了。这个香囊呢，其实用法也非常简单，我们准备3到5个，就放在床上的一个床头放一个。我们的枕头旁放一个，然后呢，床上的这个高处的，比如说衣柜，我们悬挂一个房间里面3到5个，只要让这个房间当中形成了这种中草的清香味，你每天进入到房间当中，整个人心里面心情都会好，心里面静静的。这个方法我分享给很多的家人朋友们了，用完以后都竖大拇指。有的朋友都是5年、10年的，说大伟感谢你这个方法真的是我好久没有尝试过睡得这么香了。而且呢，我自己去用的，然后我每天晚上睡觉会带上一个智能手表，手表呢现在它上面有个功能，就是检测你的深度睡眠时间。我发现我如果说不用香囊的话，深度睡眠的话，大概在每天晚上3个小时；如果用上香囊以后，大概能到4个小时左右的一个时间。那这个时间将近增加了25%到30%，你们自己去用一用就知道。这个老夫妻就是凭借着这个香囊，让自己的状态越来越好。而且你看，现在80多岁的年纪的思维非常清楚，一说话一点都不含糊，整个脑袋当中这个记事都是非常清楚，逻辑思维能力非常清晰。其实就是归功于他们的睡眠好，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法宝。那么这个香囊的用法我希望大家可以把它转发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大家好，我是大伟。人上了年纪以后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就是咱们的小腿。小腿呢，可以说是我们身体当中的重中之重。所以呢，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叫做人老腿先老。你会发现，当我们的身体衰退了以后年纪大了以后走路往往腿脚不灵活，都是从我们的脚底开始的。而且很多人他感觉手脚冰凉，这个手脚冰凉，往往先凉的地方也是我们的脚，然后是我们的手。所以呢，这个小腿非常的重要。有句话是这么比喻的，就是说我们的小腿是我们身体当中的第2颗心脏。当我们的小腿给它护好了以后，我们的身体状态气血代谢循环包括腿脚上面的一个有力的程度都会大幅度的提升。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全面彻底的舒展我们小腿的一个方法，帮助你更好的养护好你的第2颗心脏。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这个动作呢，我们需要坐着做，所以它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金刚坐怎么做呢大家看一下首先我们双膝就是要跪着，跪着以后呢，你看一条腿去压在另一条腿的腘窝处，让大家看有这么压好，压好了以后，你看我们只要身体往下一压，你感觉什么呢？我们只要这样往下一坐，你看这个压力全部都给到我们的小腿了。所以呢，我们只要这样轻轻的控制住我们身体的力量，慢慢的，你看来回的大家注意看我这条腿进行一个波动那么我下面的小腿就会有一个非常彻底的一个舒张的一个效果然后我们就这样双手撑住然后来回的用我们中间就压在这个腿之上的这个腿部就给它进行一个滚动你看腿只要进行一个摇一摇只要我们的腿适当的摇晃下面的腿就能给它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舒张作用我们再来换一条腿试一下，大家注意看，我把我的这个腿看一压压在我们的另一条腿的腘窝处，大家注意看压好了以后，我们身子往下一坐，你看变成什么呢？你看把我们的腿夹在中间了，看到没有？我换个地方给大家看你看这样压到中间了，我们只要往下一坐，那我小腿上面就会感觉特别的酸胀。然后我们双手撑住地面，是为了起一个什么作用就是给我们的身体减轻一些重量自己控制住这个力度。然后呢，我们这个腿就来回的抖动就可以了，看，来回的抖动就可以了。你们只要把这个动作跟着我做一下，你就会感觉这个动作它其实设计的非常的奥妙非常的巧妙。然后我们这个腿可以适当的往后移一点，你看，适当往后移一点，换一个位置再来，看往下一坐，好，适当的抖动，非常的酸酸酸溜溜的有的朋友呢，如果你的小腿经络或者你的筋膜非常的紧张的话，那么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有一点点疼的。我们只要控制好力度，你去抖一个20下到30下或者40下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做呢，就能对于我们小腿这个第二颗心脏这个气血供应就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那么做完以后你的脚上面会感觉非常的舒服，你甚至可以起来走走路你就感觉这个脚上面非常的轻松。所以这个做法呢，它叫金刚坐这个大家可以记一下。然后呢，这个坐姿呢也是非常简单的一种坐姿。你平常没事的时候，像现在天气也比较暖和，你随便找个地方就把这个姿势摆出来随便动一动，就可以很好的放松我们的两个小腿双腿，非常的好。好了，今天这个方法就分享到这里了。没有点赞的朋友记得点一下赞；没有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以后随时打开随时就能看。那没有关注的朋友点一波关注。我是大伟感谢您的观看，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现在有很多人肩颈不太好，总是感觉肩膀上面堵着。时常感觉肩膀上面就像有个石头在压一样，特别的难受。其实用我们现在话来说就是你的肩颈其实已经逐渐的老化了，同时呢，肩颈上面的经络不通，气血循环不太好。其实如果你要想办法把我上面说的这3点给它打通，你就会发现你的肩颈如释重负，一下子感觉肩颈特别的轻松。而且呢，当你肩颈被打通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脑供血也变得非常的足。那么今天呢，我来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动作。这个动作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调节我们的一个颈椎，同时打通我们肩颈上面的经络，而且呢还能够帮助我们塑造更好的一个形体。可以说一个动作能带来多种的功效。好了，我们接下来把这个动作教给大家。大家如果跟着我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呢，建议大家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以便以后时常都能观察这个视频。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那么首先做动作之前呢，我们有一个起手式是什么呢？双手交合在一起，放在我们的一个小腹部。这个呢是提醒我们把我们的小腹你看向内收。我从侧面给大家演示一下向内收以后呢，我们开始注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我们的肩膀往后去夹夹着往上去顶。同时呢，我们的脖子从侧面给大家演示我们的脖子要往后形成一个什么呢？就是把2股力量并在一起，用这个力量去打开我们颈椎上面的经络，让我们颈椎一下变好。好了，我们来做一下手放在小腹，你看往上去夹，脖子往后去收就这样去做。好，在这个最高的一个点就是你感觉这个力量往里面集中的一个点，我们去保持大概在10秒到15秒左右你看1，好，放松，再来收小腹，好，夹往上提，2，好，放松，来3，好。就在我刚刚做的这3下，我明显的感觉我的脖子上面的肌肉发出一种非常舒服的酸胀感。为什么会有这种酸胀感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在通过我们的练习去强化了我们背后的一些肌群，同时呢，通过这个力量相互的作用打开了我们颈椎上面的一个经络这样的话你就会感觉特别舒服。所以很多朋友跟我反馈，我这个动作仅仅就做了一个5下10下，明显整个人一下子就轻松下来了。其实就是这样。所以日常当中呢，如果你感觉颈椎不好脖子特别的难受，经常僵硬捶一捶打一打也没有办法很好的缓解，你就把这个动作去做上一个5到10下，那马上你就会感觉脖子上面特别的轻松。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是一个非常实用的视频，所以希望大家把这么好的一个视频转发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我是大伟，你们的好朋友，在别人那里可能会藏着掖着不教你的一些私密的视频，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无论你是腰疼还是坐骨神经疼，其实说白了都是空间不足。什么叫空间不足呢？讲一个最直白的话咱们的腰疼最常见于久站走久了以后或者久坐之后发生。为什么都会在劳累之后发生呢？因为当我们的腰部受到过多的挤压了以后呢，它就会造成气血流通不畅。本来腰部就有一些小问题，再加上气血流通不畅，就会造成腰部的疼痛。久而久之就变成什么呢？腰肌劳损。再严重一点呢，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可能就会卡压神经。我们说坐骨神经疼也是一些空间上面的问题出现了不足。所以呢，无论是哪一种，只要你打开腰椎上面的空间，打开腰椎的一个通道，那你的腰部就会变得无比的轻松。
今天啊，教给大家一套非常好的动作，这个动作啊就能快速的帮你打开我们的腰椎，拉开我们的一个椎间隙，同时啊舒展我们腰上的经络，是非常好的一个动作，也是我的一个压轴动作。那么这套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一定要在评论区上面打上有用2个字，这2个字啊可能会帮助更多的人。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咱们首先做动作之前呢，需要找到一堵墙。如果你在户外的话，你就跟我一样找到一棵树，用手啊去支撑着这个树，作为一个什么呢？作为一个支撑点，然后把我们的腿部啊，大家注意看我的腿部啊，看摆动起来，像一个摆钟一样这样去摆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大家注意看啊，仔细的观察我的2个点啊，第一个是我的骨盆摆动的一个方向，第二个是我的腿的牵拉，我臀部的一个方向。你会发现啊，当我们腿部在摆动的时候，我们的骨盆在摆动，就形成什么呢？无形之中啊，就把我们的腰部啊给拉开，做了一个最大距离的一个延展啊。大家注意看，是不是这样啊？我们来做一下啊，你看，手支撑好了以后，身体微微前倾，把重量压在我们的手上，开始摆动我们的腿部，1、2、3、4、5，看我的腰部和骨盆，6、7，非常的简单啊。它明显的，你手放在这里啊，你会感觉到这根筋啊，随着我们的摆动啊，它是一拉一牵之间啊，你会发现啊，刚开始的时候可能筋啊会有一点牵着晃、扯着晃，但是随着你左右摆动的幅度增加啊，次数增加，你会发现这根筋啊越来越软，而且做完以后啊，腰部上面热乎乎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摆动的时候，就是在加快了其中的一个气血循环，同时打开我们腰椎的通道，舒展开里面的经络，所以呢，你做完以后啊，会感觉腰部非常的轻松。这个动作啊，我们建议啊，比如说我刚开始做的是我的右边摆动啊，我正常是做一个30下到50下为一组。那我们如果说啊自己去在家做的话，建议是左右各做30-50下为一组，每天做上一个2到3组啊。那我再把另一条腿啊给大家演示一下，一样的扶住这个树枝啊，作为一个支点，腿部开始摆动，1、2、3、4、5、6。在摆动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啊，幅度最好是越大越好啊！你只有摆动的幅度大了，它才能彻底的拉开我们的腰部。今天这套动作就分享给大家了，大家坚持做，腰一定会越来越好。那么希望大家把这个动作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同时没有关注的关注我一波。我是大为，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精彩的养生小视频，在别人那里可能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毫无保留的都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为，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